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， 今天要来组装这一盒在动画 G-Crux 故事中后期出现的初号机 G-Fred。这一只一开始出现的时候，论坛上到处都说，这个配色太明显咯，这明明就是初号机吧？一开始的 G-Crux 是风格很像，但这一盒连演都不演，配色直接给你整套塞好塞满。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箱这一盒 G-Fred。虽然从机体上的设定知道说它是 G-Crux 2号机，所以大概猜得到万代这一盒玩什么把戏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嘛秀。板件数量总共7片，跟 G-Crux 是同个数量。从板件上的机体名称马上印证刚刚的猜想，整个 G-Crux 兼用好又满。不过针对部分不同的零件，有片板件做了全新开模。只有这片印上了 G-Fred 的名字，但实际上比对说明书之后可以看到，板件在分配上因为分色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贴纸方面也跟 G-Crux 一样，补色贴纸以及标示胶贴各一份。不过这一次贴纸就印上了 G-Fred， 比较一下之后也是略有不同的地方。那我们就进组装时间。好的，各位，那这台 G-Fred 总算是搞定啦。那在组装的时候呢，让我想起来说，当初组 G-Crux 的感觉，那个零件真的是非常细小，好几次从我手上分掉。那整个组装体验上面呢，其实就是跟当初组 G-Crux 的时候一样，但是分件设计很不错，但是呢，交贴的地方是真的不好贴。历经过上次那台钢恩，然后再回到这台 G-Fred， 他就觉得说，天哪，上次那台钢恩真的设计很好，但是因为这台呢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刻线。所以很难贴哦。那既然都说它是2号机了，所以等等我们就直接来跟1号机，也就是 G-Crux 来做重点比较。来看外观造型，在配色上比起 G-Crux 要水得多，归功于万代在设计 G-Crux 的板件时，将各个分件都拉得很到位。但也可以说，或许是早就知道要出2号机，所以当初设计就是为了之后2台机体的大面积分色都可以达到不错的水准。先来看最不一样的头部 ，G-Fred 就完全舍弃了传统钢弹的双眼以及下巴的设计，四眼结构以及这个形状，给我一种很像安全帽的感觉。2颗小型的浮游炮以类似耳朵的方式直立在头部两侧，使得整个造型让人直接联想到埃及神阿努比斯，真的非常像。眼睛的部分同样这一次就是用默认贴纸进行补色，不过这一次的贴纸比较大片。那也是因为分色上比较复杂的关系。替换的头部则是重现了剧中连接伊恩马格鲁索的开嘴样式。那连接的洞口呢，全部都有做出造型。是说这个开嘴样式真的长得很像野兽。换上头部之后，配上跑步姿势，你还跟我说这不是 A 吧？那什么才是 A 吧？原理虽然跟 G-Crux 一样有完整分件，但颜色比较统一。躯干在腹部以及下胸甲的位置用了2种绿色。使得整个躯干有了很明显的对比。肩甲上的安迪迷宫装置，在设计上就跟 G-Crux 很不一样，让人联想到 Double 的尼斯太阳炉。应该迟早会有神人把整台机体涂装成 Double 的配色吧。手部的配色将上臂多追加一个粉红色，以及手掌部分改成橘色，营造出整个手臂丰富配色的观感。脚部的造型几乎差不多，不过在膝盖的位置给出了新贵零件，以整块灰色的方式呈现。而在大腿动力管的护盖标识贴，
以及小腿燃料罐的贴纸 ，G-Quarks 都是采用一般的补色贴纸，而 G-Fred 则全面改成了标示胶贴，多了点消光感。那另外，小腿燃料罐的内层护甲以及内侧带有支架的外盖，这一次则都是因为整块配色的设计，给了新规的零件。喷射背包除了配色不同之外，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尾端推进器的部分，采用了比较尖锐的设计，整个更有飞行器的味道。内部喷射口是独立分件，对涂装派的玩家来说蛮友善的，可以自行涂装修改颜色。另外，同样也可以透过额外零件实现核心战机的造型。接着是武器，标配的光束步枪、2把光束剑以及盾牌。G-Quarks 的斧头因为是第一级抢来的 ，G-Fred 没有，好像也挺正常的。另外 ，G-Fred 有给出额外的武器架，可以将光束步枪收纳在身后，这一点倒是挺有诚意的。至于造型以及光束剑的收纳方式，以及架设盾牌的方式，都跟 G-Quarks 完全相同。G-Quarks 怎么玩，它就怎么玩。浮游炮的部分可以从头部分离，透过额外的零件搭配透明支架，实现动画中浮游炮的启动状态。那最后来看补色区域，基本上 G-Quarks 哪边需要补，它哪边就跟着补，真的非常多。头部散热口外部的粉色，以及内部的黑色，圆领细长条的灰色，上胸甲侧面的粉色，太阳炉4个散热口的灰色，以及内部球形的绿色，手肘外盖内圈的粉色，手腕护盖的粉色，以及凹陷处的绿色，手背外盖的蓝绿色，侧裙甲侧面造型的灰色，大腿后方造型的黑色，盾牌支架的灰色以及凹陷处的橘色，内构的粉色，连接处外圈造型的橘色，光束剑柄凹陷处的橘色，光束步枪上盖以及枪托的蓝绿色，瞄准镜凹陷处的橘色，尾端造型的黑色。最后是最地狱的核心战机，这边直接上照片做比对，实在是太多了。这台补完色大概人类补完计划也好了。那以上就是这台 G-Fred 的开箱了。啊，你说大 V，它怎么没有可动讲解？不是哦，这台可动就长得跟 G-Quarks 一样啊，所以怎么样啊？推荐大家左上角哦，当初的 G-Quarks 开箱影片再回去看，再看100次。那至于推不推荐，有爱就去买。你知道它后期表现就是有点莫名其妙。像是抓着姐妹机的头拉去当盾牌，然后为了爱直接冲进剧场，还不管基西利亚在那边，大意了没有闪，然后直接被敌方抓住捏爆。但初登场的霸气外露，还是让很多人很喜欢。不会说到必买，但有爱的话去买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那欢迎各位留下对这台机体的看法或是评价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。